各位还记得那个立陶宛吗？前两天啊，刚在那儿哭着喊着要跟中国和好，结果咱们理都没理，这个脸打的那叫一个啪啪响。哎，你以为这就完啦？嘿，这个立陶宛的脑回路你是真猜不透。既然中国这扇门进不去了，他转身就找了个新欢，印度，还吹牛说啊，印度能顶替中国。2020年的1月啊，立陶宛外长又整活了，宣布豪掷1.2亿欧元去印度建物流枢纽，还大言不惭地表示啊，不想再浪费时间等中国道歉求和了，我们自己单干。哎，之所以选印度吧，立陶宛也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他们觉得既然东方龙不理我，那我就去抱恒河那头象的大腿，我要把这个印度包装成我的如意郎君，以此来证明离开了中国市场，我立陶宛照样吃香的喝辣的。但是这事儿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不仅是一场充满政治算计的包办婚姻，更是一出彻头彻尾的让人笑掉大牙的自我催眠闹剧。2026年1月啊，欧盟不是跟这个印度搞了个大新闻，签了个什么欧印自由贸易协定，还被这个冯大妈吹的是神乎其神呀，号称是万交之母。这个协定咋回事呢？其实就是美欧印这三家在那斗地主，美国那边挥舞着关税大棒，要把这个印度往死里揍。这欧洲这边一看机会来了呀，赶紧拉拢印度，抱团取暖。协定内容吧，听着挺唬人的。欧盟卖给印度的汽车关税从110%降到10%，印度卖给欧盟的衣服鞋帽关税也大减。这对于德国的大众奔驰来说，也许吧是个好消息，毕竟人家真有车卖给印度啊。可是这跟立陶宛有半毛钱关系吗？嘿，哎，你别说啊，立陶宛的政府那是真能蹭啊。他们一看这个欧盟老大签字了，立马把自家的宣传机器给开足了马力，满世界的嚷嚷，看见没，看见没，我们跟印度好了，这是我们摆脱中国依赖的决胜一步，这是民主的胜利。哎，那个架势仿佛这个协议是立陶宛外长亲自去新德里谈下来的一样。实际上呢，在这场欧盟与印度的叙事里立陶宛充其量就是个摇旗呐喊的路人甲。为什么这么说啊？咱们用数据说话让大家看这个事儿有多荒诞。在立陶宛那帮政客嘴里，印度市场那就是个聚宝盆，只要这个协议一签，立陶宛的货就会像洪水一样涌进印度，瞬间填补失去中国市场那个大窟窿。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备胎选到了通讯录30名开外。咱们来翻翻老黄历2020年立陶宛跟中国好的时候那小日子过的是真滋润呀，木材、奶酪、激光设备一船一船的往中国运，出口额达到了3.58亿美元的巅峰。哎，那个时候立陶宛老板数钱数的手抽筋见人就夸中国市场大。再看看现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直接来了个高台跳水，断崖式暴跌到了1亿美元左右。曾经赚得盆满钵满的立陶宛企业现在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木头和牛奶，那是欲哭无泪这哪是脱钩这简直就是挥刀自宫更多的是立陶宛这边喊着反华，身体却诚实得很。虽然出口归零了，但是进口呢，从2016年的10亿美元一路狂飙到了2025年的25亿美元。2024年的上半年，立陶宛从中国买东西的增幅高达 36%， 比欧盟平均水平都高这说明啥？说明立陶宛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一边骂着厨子，一边狂吃厨子做的饭，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操作也就立陶宛这帮政客能干得出来。在这样的绝境下，他们抓住了印度这根稻草。但是数据不会撒谎各位，2024年立陶宛卖给印度多少东西才 1.36 亿美元，而且这还得算上转口贸易，真正立陶宛自己产的也就1亿美元出头。在立陶宛的贸易伙伴名单上印度尴尬的排在了第32位。你琢磨琢磨，你丢了一个排名第1的大客户然后找了个排名第32的小客户跟大家说没事儿，我不慌，这第32名能顶替第1名，这不就是纯属骗鬼吗？
这就好比吧，你把一辆法拉利给砸了，然后买了个二手拖拉机，还非说这个拖拉机能带你上高速。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找备胎了，这就是典型的病急乱投医，脑子进水了。咱们再往深了聊聊，立陶宛政府在那儿吹，说欧印自贸协定里的汽车关税降了，立陶宛要发财了。哎呦喂，听到这儿吧，我都乐了。立陶宛有汽车工业吗？它有个锤子的汽车工业啊！在这个汽车产业链里立陶宛扮演的什么角色啊？它既不是造发动机的，也不是搞设计的，它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给德国大众、宝马做配套的次级供应商。说白了，那就是干点拧螺丝、做塑料件儿、搞点线束的苦力活啊。当这个德国车在印度卖疯的时候，大头利润是谁的？是德国人的。剩下的汤汤水水经过层层盘剥，流到立陶宛手里的，恐怕连渣都不剩了。立陶宛这就是典型的打工仔心态，看着老板赚钱啦，自己在旁边瞎激动以为老板吃肉能分自己一口汤，殊不知老板可能连骨头都扔给狗了。而且印度市场这碗饭是那么好端的吗？咱们也说过好多次了，那个地方神得很呀。印度那是出了名的外企坟场，且不说印度那几十个邦，法律跟迷宫似的。今天这个邦呢让你交税，明天那个邦查你消防。据说那个物流基建那是真让人崩溃啊！立陶宛外长不是吹牛说要砸1.2亿欧元在这个印度建个物流枢纽吗？呵呵，我就笑笑不说话。在印度建枢纽，光是征地拆迁，估计就能让你等到下个世纪。印度的火车时速多少？货运平均时速25公里。咱们中国的快递是次日达，印度的快递那是随缘达。立陶宛想把生鲜乳制品运到印度，我估计到了地方，牛奶都变成酸奶，酸奶都变成奶酪干了。更要命的是这份欧印自贸协定里有个巨大的坑。这印度为了保护自家的农民，死活不肯开放农产品市场。协定里是明确写了大豆、牛肉、乳制品这些敏感领域排除在外。这就好比吧，你去饭店吃饭，饭单上全是硬菜，结果服务员告诉你对不起，除了白开水别的你都不能点。立陶宛最想卖给印度是啥？不就是牛奶、牛肉、粮食吗？结果人家印度呢根本不让进。而印度想买的高端机械和整车，这立陶宛它又造不出来呀，这就尴尬了呀。这种严重的供需错配，注定了立陶宛的印度梦只能是一场空欢喜。咱们看看立陶宛现在的家里是个什么光景。那这几年立陶宛为了当这个反华急先锋，那可是下了血本的。结果呢，家里面快揭不开锅了呀。2025年立陶宛的通胀率高达 3.4%， 老百姓去超市买个面包都得算计半天。最可怕的是人口老龄化呀，年轻人都跑去西欧打工了，剩下都是老弱病残。预计到2050年干活人要少到 30%。 在这样的内忧之下，正常国家领导人会怎么做？那肯定想办法搞经济跟谁做生意赚钱就跟谁做呀。可是立陶宛这帮政客倒好不仅不反思怎么修复跟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反而还要在一条死胡同里走到黑。他们原本指望着我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那个投名状，美国大哥怎么着也得给我点赏钱吧，欧盟怎么着也得给我点特殊照顾吧。结果呢，美国现在自己都搞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刀挥起来连盟友都看。美国承诺那点援助连塞牙缝都不够，还得让你买它的高价天然气和武器。欧盟虽然嘴里面说着支持，但是私底下早就把针对中国的世贸申诉给撤了。谁也不傻呀，为了你个小小的立陶宛去跟中国彻底翻脸。立陶宛现在才发现自己成了大国博弈棋盘上的一颗弃子，用完即弃，是棋子的宿命。那个所谓的印度物流枢纽计划，与其说是战略布局，还不如说是立陶宛外长的一块遮羞布，他得给国内的民众一个交代你们看，虽然中国不要我们啦，但是我们还有印度，我们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吧，比肥皂泡还脆弱。那个立陶宛外长还在那硬撑着说，
我们不会等中国求和。嘿呦喂，听听这话啊，酸不酸啊？中国需要求和吗？中国的中欧班列早都绕开立陶宛走了。中国的港口吞吐量照样世界第一，立陶宛的克莱佩塔港呢，吞吐量掉了30%到40%。以前那是车水马龙啊，现在估计都能在那儿养鱼了。说到底立陶宛这是得了大国妄想症。一个小国在这个残酷的国际社会里生存，最重要是什么？是务实，是平衡，是左右逢源。看人家瑞士，看人家新加坡，哪个不是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偏偏立陶宛非要把自己绑在战车上，去当那个冲锋陷阵的炮灰。现在好了，车毁了，人伤了，想找个印度大象拉车，结果发现大象走得比蜗牛还慢，而且还不听指挥。这份印欧自贸协定，立陶宛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但是实际上那可能是一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它给了立陶宛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直到自己掉进悬崖。我敢打赌过不了多久，立陶宛呢还得哭着喊着想念中国市场的日子。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